结婚当天，婆婆为了给我一个下马威，迟迟不接我递的茶。她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，这新媳妇就是要好好立立规矩，以后才会听话。婆婆让我跪下，扔给我一本家规，说不读完不准进他们家的门。我看向一旁的老公，他却道：柔柔你就听妈的吧。我当场掀翻了桌子，这婚谁爱接谁接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夜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相识7年，恋爱4年，我与林志刚最终结束爱情的长跑，准备步入婚姻的殿堂。群里的亲朋好友纷纷发来祝福，我喜滋滋地躺在床上，幻想着以后的美好生活。妈妈推门而入，似有话要说，可在看到我幸福的表情后，她笑了笑，还是默说。很快就到了婚礼这天，我穿着婚纱，等司仪说出那句请新人敬茶。我端着茶，恭恭敬敬地朝面前坐着的婆婆说道：妈，您喝茶。婆婆睨了我一眼，像是没听见。我又喊了一遍，她这才懒懒地抬了抬眼，手碰到茶盏时，像是被烫到了一般，猛地缩回去。你这是想烫死我啊？我知道这是婆婆的故意刁难，可还是忍了下来。重新换了杯茶后，婆婆瞧了一眼，还是没接，直到我举茶的手开始颤抖，司仪有些看下去了，她这才慢慢接过茶。这还没算完，婆婆抿了一口茶，这新媳妇就是要立立规矩，日后才会听话。说罢，她朝我扔了一本册子过来，跪下，念完记牢了才能进我家的门。我朝地上那册子一看，上面赫然写着林府家规4个大字。风吹开册子的第1页，我看见上面的第1条，每天早上4点起床，做好早餐。我看向一旁的丈夫，他却慌慌张张地别开眼劝道：柔柔，你就听妈的吧。台下的父母见我被这般刁难，都气红了眼。可偏偏此前我是个恋爱脑，此时我听见台下宾客的嘲笑，也觉得丢人。我掀翻了桌子，去你的家规，这婚老娘不结了。我气冲冲地走出去，林志刚想来劝我，可却被婆婆一把拉住，她都怀了你的孩子了，你还怕她跑了不成？婆婆声音不大，正好让台下的人听得一清二楚。他们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丝耐人寻味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好像中了林家的诡计。没错，我与林志刚是奉子成婚。就在1个月前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正值事业上升期。我并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可婆婆听说了这事，她提着水果直接上了门。柔柔啊，你跟志刚都谈了这么久了，现在孩子都有，不如就把婚结了吧。婆婆笑得和善，好似真的把我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。你放心，就算你怀孕了，这彩礼我们也是1分不会少的。我信了她的鬼话，便决定与林志刚成婚。可时至今日，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婆婆指使的。我一向谨慎，没做好措施时是不会发生关系的。可林志刚明明带了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找到了还没用完的东西，每一个都扎了孔。我气冲冲地去质问林志刚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故意的。林志刚一把跪在了我的面前，哭得眼泪鼻涕呼了一脸。他声泪俱下，再三地保证结婚后会和现在一样对我好。我心软，便也就应了下来。可林志刚一家却没有半点要来提亲的意思。爸妈心疼我，主动去了林志刚家，得到的结果却是彩礼减半。要怪就怪你们家女儿自己不检点，这带了肚子看谁还敢要。回来时，爸妈眼眶微红，在我的逼问下，
可也只得到了一个因为我要出嫁了舍不得的解释。线下，婆婆抢过司仪的话筒，大声说着：“谢婉柔，你可是收了我们家10万彩礼的，你现在回来磕头认错，我还能原谅你，不跟你计较。”走到门口的我听到这话，脚步一读，10万彩礼，不是说好的20万彩礼？我陪嫁一辆车的吗？我看向爸妈，他们支支吾吾，半天不说话。我脸色一沉，心知爸妈也是因为我太爱林志刚了，才会妥协。我回过头，狠狠地瞪着台上的婆婆，目光碰撞间，她得意地说道：“你可是怀了志刚的孩子了，现在走了看谁还敢要你。”我本想一走了之，大不了这婚不结了，也给大家一个体面。可婆婆这话一出，我便是忍不了了。我抄起桌上的茶水，对着她的脸就是一泼。桌上的饭菜被我掀翻在一地，没有一张桌子能够幸免。有人想要拦我，我便挺住肚子，我可是怀孕了，我看谁敢拦我。他们听着我这话，也怕摊上事，便也不敢上前。我将东西摔了一地，无人敢拦。我抬眼瞅见婆婆手上的玉镯，那还是之前她生日时我特意去挑的。我抓住婆婆的手，她被我刚刚的一番动作吓得不轻，忘了挣扎。也怪我平时表现得太过温顺，让她以为我真是好欺负的。我硬生生地将那玉镯退下，婆婆的手红了一圈，杀猪般的叫喊声响彻全场。我却置若罔闻，正要准备离开，我却踩上了刚刚婆婆扔的林府家规。我捡起翻了翻，上面那些条条框框看得我想笑。还好我莫和林志刚领证，不然怀着孕还得当牛做马。我将那家规往火盆一扔，那册子很快便化为灰烬。我潇洒离去，徒留一片狼藉。回到家，我脱下繁重的婚纱，爸妈敲响了门，像是怕我受到刺激，说话都轻声细语的：“乖宝，你真的放下志刚了吗？你要是还喜欢他，爸妈努力给你和志刚添套新房，便不与你那婆婆住一块。”我看着妈妈处处为了着想的模样，红了眼眶。她之前是被猪油蒙了心，让林志刚一家哄骗了去。现在她看清了这一家的人的真面目，便是不会再受他们的欺负。妈妈，过去是我不懂事，要是以后我嫁不出去，我就在家陪你一辈子。我抱着妈妈撒娇，她也被我轰得笑出了声。好，那我便养我的乖宝一辈子。爸爸也为这一幕红了眼，咱们这叫有福之女，不入无福之门。隔日，我便在妈妈的陪同下去医院将孩子打了。我轻抚肚子，虽有些不舍，可生下来才是对她的不公平。孩子，要是你还想认我当妈妈，下一次再来好吗？这次是妈妈对不住你了。与肚子里的孩子做完最后的告别，我毅然决然地进了手术室，却意外地看见了一个熟人。谢婉柔，江望。江望是我儿时的玩伴，自从搬家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他，没想到却是在医院碰上了。你身体不舒服？江望的语气很是担心，让我不禁回想起小时候与他玩耍的时光。我与江望是在幼稚园认识的，那时的他还是个小胖墩，因为身材的原因，一直被人欺负。一天放学，妈妈来接我晚了，整个幼稚园便只剩下了我和他。你妈妈也还没来接你吗？江望摇摇头，没有搭话。这时突然冲出一群小孩，将他围了起来。他们抢过江望的书包，将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地上，还想对他动手。我想也莫想地冲过去，挡在他的身前，不许你们欺负他。虽然我和江望被揍得鼻青脸肿，但是这也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。我将这事告诉了爸爸妈妈，那群小孩也被迫转去了别的幼稚园，而如今再与他相见，
便是与之前大不相同了。以前的小胖墩，现在已经长成了玉树临风的模样。他若是不开口叫我，我是觉得不敢相认的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姜望的声音急切，满是关心。没什么。此时，面对他的关心，我却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垂眸，好似看到了我手上的单子。正巧医生叫号，我与他匆匆告别。进手术室前，我看了一眼，姜望直愣愣地看着我这边，还没有离开。我径直走进了手术室，心里想着手术完应该就走了吧。我有些不想他看见我这狼狈的一幕，心里还期盼着他快些离开。可当我做完手术，姜望还等在那里。护士现了，将我交到了他手上，好好照顾你女朋友，下次可别再来做这手术了，伤身体。他不是。我正要解释，却听见姜望清冽的声音响起，我知道了，辛苦了。姜望似是看懂了我眸子里的疑惑，直接承认能省很多话。也是，小时候他就不是个爱说话的。这番解释倒也合理。你一个人来的？姜望眉头微蹙。恰好这时，我妈来了。姜望与我妈寒暄了一会，便提出了开车送我们回家。我不好拒绝，便也就答应了。手术完，我休息了很久，肚子上的肉都长了一圈，这才回单位上班。同事都围过来讨要喜糖。婚礼是在林志刚的老家办的，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没有，分了。我的声音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，倒是他们听到这话吓了一跳，有些不敢相信。但是看我似乎并不在意，反而一心只在工作上，他们也不好多打听。与此同时，同事小雅却带了她的喜讯，某人婚末结成。我可是要结婚了哦，这彩礼可是谈好了，30万呢。宋雅与我向来不对付，此时得知我婚末结成，她的语气还有些幸灾乐祸。那提前祝你新婚快乐。我毫不在意她的态度，直接说着祝福的话语敷衍她。她见我莫被气到，也觉得无趣，坐回了工位上。宋雅是出了名的爱玩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能让她收心。我不去想其他的事，专心工作。下班时，我刚走出门就被人拦住了脚步。一看来人，不是我那婆婆又是谁？让开！我不想与之有过多的纠缠，也希望她好聚好散，别挡我道。可她却是听不懂人话。让开也行，彩礼钱给我退回来。彩礼钱早在我离开婚礼现场时，爸妈就已经将钱给退了回去。如今他怎么还有脸来问？那10万块已经还给你们了，你还来做什么？我和林志刚已经分手，这彩礼嫁妆早就两清了。那10万是已经给了，可还有精神损失费，你让我们家在老家那边丢尽了脸，要你点精神损失费不过分吧？婆婆叉着腰，大有我不给钱，她就赖着不走的意思。我是真没想到，她竟然能这般不要脸。我都还没提精神损失费，她倒还有脸提。我要的也不多，20万。说罢，他旋絮絮叨叨地掏出一张单子，上面写满了他来要钱的理由。当日用的碗筷都是一次性的，而那些饭菜也都是我爸妈出的钱。他有什么资格来问我要钱？我瞄了一眼最上面的一项，有些无语。上面清楚地写着林府家规价值10万。我不想听他啰嗦，转身欲走，婆婆却拉住了我的手。我一把甩开，她却顺势倒在了地上。欺负人啊，欠钱不悬，大伙快来评评理啊，欺负老太婆了。婆婆倒在地上撒泼打滚，还叫来了林志刚，他也不知从哪冒出来的。我不想闹得太难看，开口让林志刚劝劝他妈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他应该是个明事理，不会任由他妈这般在地上嚎叫。毕竟相识一场，林志刚不会这般不讲理。
可我错了。只见他开口道：“柔柔，你将钱拿出来，我们以后就再也不会打扰你了。”我竟是没想到，他竟妈宝到这种地步。我与林志刚是高中同学，高中时他成绩很好，再加上人长得也不差，一度被当成班草对待。他与人说话时轻声细语的，也从来不会与人发脾气。暗恋他的人很多，我也不例外。直到我与他上了同一所大学，我才刚表明自己的心意。我还记得表白的那天，我拿着亲手做的蛋糕在他的宿舍楼下等了很久。他在看到我手上的蛋糕时，目光一致。我小心翼翼地说出那句“我喜欢你”，便满怀期待地等待他的答复。可他却神色紧张地将我拉到了一个角落。表白这件事，怎么能让女孩子来？就这样，我便和林志刚在一起了。直到某次他无意中说漏嘴，我才知道原来我表白那天，他妈妈来了。我妈就是关心我，你以后要是嫁给我，她也会这么关心你的。当时的我听着这些甜言蜜语，全把这些当作林志刚家庭和睦的表现，全然不觉他就是个十足的妈宝男。闺蜜也曾在我生日的时候提醒我林志刚太过听他妈妈的话了，可我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尽管林志刚缺席了我的生日，我却还为他找借口，许是有事要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根本就没事要忙，而是他妈故意叫他不去参加我的生日，说是过生日还要给我花钱。林志刚为这事跟我解释了很久，我才勉强原谅了他。可现在看来，他就是个懦夫。既然要算账，那我们便一次性算个清楚。我看了一眼婆婆手上的单子，那上面记录了我和林志刚在一起的所有花销，小到用了他一包纸，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也不跟你算那么多。办婚礼之前，你爸妈从我家顺走了2瓶茅台，我也不算你多的2万吧。还有之前送你的衣服、手机、手表，还有陪嫁的车，你们将那车画得不成样子了，我收个维修费不过分吧？这总共算下来30万是要的吧？婆婆一听这话，顿时急眼了，这怎么还要倒贴了？她可能不知道，我送给林志刚的东西都是牌子货，哪像他教的随便买个2块钱的戒指来糊弄我。林志刚似乎是过惯了我顺着他的生活，我如今这般气势凌人的样子倒是让他很不习惯了。柔柔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？你明明说过那么东西是你自己想给我的，现在怎么又要回去了？林志刚说这话时还很理直气壮，仿佛他妈问我要钱天经地义，我要回我的东西就是斤斤计较了。既然给不起，就挡我路，好狗还不挡道呢。我抬脚就要从婆婆的身上跨过去，可婆婆却是死死地抓住我的脚。志刚，你还愣着干嘛？你那彩礼可是要30万啊！你要是让他走了，我们上那找钱去。林志刚一听这话，也缠了上来。柔柔，你就赔这20万吧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骚扰你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可在听到30万时，不免觉得熟悉。宋雅之前也说的是30万的彩礼，难道她的结婚对象是林志刚？我从没在同事面前公开过林志刚，就连聚会什么地也没带他去过，这也是他自己要求的，说是不想给我惹麻烦，怕招桃花。林志刚也不认识我的那些同事，当时他说他只要我就够了。现在想来，林志刚的结婚对象还真有可能就是宋雅。我一个人自然不是林志刚和他妈妈2个人的对手。我掏出手机正准备报警，婆婆却是发现了我的动作，一把将我的手机打落，踢开老远。你今天不交出钱来，就别想离开。婆婆龇牙咧嘴，对我放狠话。公司的人早已经离开，附近也没什么人。就在我以为要这样耗到明早时，
有人来了，你们干什么？我看清了来人，竟然是姜旺，我可报警了。姜旺人长得高大，气质也出众，再加上他说自己报了警，倒是唬住了林志刚和他妈。他们灰溜溜地走了，可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却觉得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。你没事吧？姜旺的声音拉回我的思绪。我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听阿姨说你还没回家，就来接你一下。我点了点头，接受了他这个说辞。也是之前他送我回家时，我才知道姜旺现在就住我隔壁社区。到了家门口，我下了车，正要关门，却听见他说，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我心想着，他都帮了我2次了，请他进去坐坐喝杯茶也是应该的。姜旺进了门，爸妈立马就迎了上来，又是招呼喝茶，又是叫着吃水果的，很是热情。姜旺被爸妈留下来吃晚饭。小旺啊，都好久不见了，谈对象了没有啊？我听着这话，扒饭的手一读，也看向姜旺，却猝不及防地与他对视了一眼。还没。姜旺笑着回答，眼底好似多了一丝不可察觉的情愫。送走姜旺，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妈妈端着水果走了进来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小时候不是跟姜旺玩得挺好的吗？你也说了是小时候了。我无奈地回了他的话，你那铁盒还要不？就你小时候可宝贝那个，不要的话我扔了。听妈妈这般说，我倒是想起了是有个铁盒，我拿了过来，正要打开，却被电话打断，搁置在了一边。我正常上班，林志刚他妈果然又来了，不过这次却是选在了早上，正是人多的时候。林志刚他妈一见我就缠了上来，他又想故技重施，我却是往旁边一躲闪开了。见状，他直接就拿出了喇叭回圈播放着，控诉我欠钱不悬。我气不过就要理论，手还没碰到他，他就直接躺在了地上。我直接叫来了保安将人拖出去，这才算完。可我刚到工位上，却听到了同事议论纷纷的声音。有些人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欠人家钱不还不说，竟然还骗彩礼钱。宋雅在我一旁说着闲话，我没做的事，自然也不想与他争吵，还在这装呢。视频都发到网上了，谢婉柔你可真恶心。听他这般说，我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。我打开手机，才发现自己竟然是上热搜了。我点开最热的视频，上面赫然出一张熟悉的脸，不是林志刚他妈，又是谁？只见他举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满了我的罪行，最显眼的便是不还彩礼。彩礼2字不管到哪都是热门话题，而他将那2个字写得老大，就是为了吸引眼球。这视频一出，婆婆靠着这热度涨了不少粉丝，更是开启了直播。她在直播里卖惨，说我就是一个骗彩礼钱的骗子。我勾起一抹冷笑，竟然他要这么玩，那我便陪他玩到底。我坐在工位上，拿出手机，在各大视频平台上也注册了账号。很快，我也靠着婆婆带来的热度，涨了不少粉丝。因为我的账号名叫骗彩礼的坏女人，我发了第1个视频，视频里的我晒出了之前拿回来的玉镯。网友一看，顿时气坏了，这是拿别人的彩礼钱买的吧？真不要脸，人家的老婆本都骗，真恶心。这波我站婆婆，这女的太过分了，受不了。你们看她的账号名，她还敢承认，好嚣张啊。我的评论区瞬间沦陷，可我却丝毫不在意。他们骂得越凶，今后被打脸时才越疼。短短一下午，网友对我的人身攻击就已经上升到家人了。爸妈特意打来电话安慰我，他们怕我想不开。我柔声道，我没事，不过你们也要注意安全，必要时就报警。由于我家社区对面就是警察局，
他们即便在网上骂得再凶，也没办法明目张胆地动手。婆婆的直播一直开到了晚上，她哭诉向网友钱被骗了，还遭到了恶媳妇的虐待。她将我那日在婚礼上的行为放了出来，网友被这节奏带得杀红了眼。他们在婆婆的直播间里刷着一个又一个的火箭，在我的评论区里发泄着怒火。可婆婆不知道的是，我有婚礼当日的完整视频。在她发出视频的当天下午，我就开始调查。我找到婚礼那日的摄像师，原本是请来记录下我的幸福时刻，却没想到将这场闹剧完完整整地拍了下来。我驱车来了摄影师家，却见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。姜望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更多的是尴尬。他能找到这里，说明他也看到了网上的视频了。你的小情人来了。我先回避。你们聊哈。摄像师在我和姜望的脸上扫过，逃似的出了门。我有些局促地坐在了沙发上，不自觉地搅动着自己的手指。我看到网上的视频了，我正纠结着怎么开口问视频的事，姜望却是先开口了。他果然是看见了视频，看到了我难堪丢人的一面。你的战斗力还是那么强悍。姜望满脸笑意地看着我，隐隐之中似乎还有佩服。是吗？我尬笑着，想起了小时候的事。由于姜望被欺负，我跟他一块玩也少不了挨揍的份，我便央求着让爸爸送我去学了散打，这样我就能保护自己。还有姜望，你为什么会来这啊？你和摄像师认识？沉默过后，我还是开了口。虽然小时候亲密无间，可自从他高中去了国外，我们便很少见过。我也是在那时认识了林志刚，他是我朋友。还有，我想帮你。姜望迟疑了一瞬，又补了一句，就当还你小时候的替我挨的揍。原来他只是来还恩情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也就没多想。我顺利地拿到了婚礼当日的完整视频，回了公司。我正要将视频发到网上，宋雅却是夺过了我的手机。原来你之前的结婚对象是林志刚。宋雅叉着腰站在我身旁，对我龇牙咧嘴。我说他们家的彩礼怎么一拖再拖？原来是被你个贱人拿了去。宋雅这一嗓子嚎出来，一些不关注网络的同事也纷纷拿起了手机要将这一幕拍下来。宋雅也急忙拿出手机，当着众人的面，我亲口承认了，我就是那个账号叫骗彩礼的坏女人，也就是林志刚的前女友。宋雅觉得抓住了我的把柄，她冷笑着还不忘瞪着我。谢婉柔，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还能考虑放过你这次。我丝毫不在意，连正眼也莫分给他。我只跪先贤逝者，你要是现在从20楼跳下去，我倒是可以跪着送你走。宋雅被我这话气得直跺脚，她扬起手就想往我脸上招呼，可我也不是吃素的，我一把钳制住她的手，用力地甩开。说不过就要动手吗？可惜就算动手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我轻蔑地看了他一眼，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。宋雅指着我的手指在不停地发抖。我，什么你啊？我的，连句话的说不明白。建议你重新读个幼稚园。一些平时看不惯宋雅的人，听到我这话，不由得笑出声来。看我不把你发到网上去，你下班后别想走出公司的门。宋雅恶狠狠地盯着我，放下狠话，似乎在等我求饶。哎呦，我好怕怕哟。我佯装害怕，动作却是矫揉造作至极。宋雅气得跑去了茶水间，许久都没回来，只怕是躲在卫生间里哭吧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我还能怕了他不成？宋雅很快发布了视频，我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视频中的她哭得梨花带雨，惹人怜爱。她给自己起名为连连不哭。
与我的名字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网友对我的谩骂更激烈了，甚至扒出了我所在的工作单位。他们在单位门口放满了花圈，要诅咒我下地狱。我被公司的领导叫去了谈话，听说领导换了人，新来的这个可比之前那个严厉。宋雅见我被喊去谈话，全然忘记了刚刚是怎么自取其辱的。她笑得灿烂，某人要被炒鱿鱼了，明天就不用见到这讨厌的脸了，干活都有动力了呢。我全当听不见她的嘲讽，径直去了办公室，直到面前推来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，我才发觉新来的领导竟然是姜望。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姜望嬉笑着，就如小时候那般。我被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可也有些许庆幸。换了别的人，我少不了挨一顿骂。要不要我帮你开了他？姜望的表情很是认真。公报私仇可不好吧？要让他自己灰溜溜的走才痛快。我婉拒了姜望的帮忙，也不想他因为我而受到牵连。那舆论呢？要我帮你压下去吗？见我拒绝，姜望又将话题转移到了别处。可我要的就是现在这效果，要是压下去了，反而是没了我想要的效果。见我不说话，姜望也猜到了我的想法，从办公室出来。宋雅不还望嘲讽我，快点收拾东西滚吧。我扬起笑，谁说我要走了？见我不为所动，也不在意他的嘲讽，宋雅自觉没趣，坐回了工位上，还喃喃道：反正你迟早要滚。到了下班时间，我绕过一众花圈回了家。在社区门前，我也看到了同样的花圈，只是没公司门前的多。看来那些人还是忌惮对面的警察局。我回到房间，宋雅又上传了一个新的视频，配文的是见人要被炒鱿鱼喽。不过我还是想他把钱还上再走，免得耽误我结婚。与我的评论区不同的是，宋雅的评论区里都是感叹他可怜，催我赶紧还钱的。我点赞了他的视频，却被眼尖的网友察觉，一个不小心我又上了热搜。晚上正是刷视频的好机会，我见时机成熟，将完整的婚礼视频发到了网上，还大方地投了200块钱。本来就对这件事极为关注的网友，见我更新了视频，二话不说就直接点了进来。我看着蹭蹭往上涨的播放量，仍然觉得不够。我开启了直播。此前我观察过，林志刚和婆婆也在直播，观看的人还不少。见我正面回应了这件事，网友也冲进了直播间。我看到原本还在笑着收礼物的婆婆，有些黑了脸，想必她也是尝到流量带来的甜头。直播间的人数迅速上升到10万，竟还有要涨的意思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开始解释事情的原委。完整的婚礼视频已经上传到我的主页，大家可以自行去观看。另外，针对林先生和其母亲就彩礼一事，我想说明，彩礼钱早在婚礼当天就已经退还，这是转账记录。我晒出了某富宝的转账记录，但是网友似乎还不是很相信这件事，这么快就有了反转。我看着上面的弹幕，皆是对此表示怀疑。谁知道这是视频是不是真的？说不定这转账记录也是假的。我看两边都很可疑，该不会是炒作吧？我看也像。那边的直播间一晚上礼物都刷个不停，恐怕都有10万了吧。我扫过这些弹幕，回应道：欢迎专业人士对视频进行鉴定。另外，本次直播已关闭打赏，我不会借此炒作，只是想还给大家一个真相。直播间的网友听到我这么说，立马查看打赏功能，竟然真的关了。我靠，这不比隔壁哭丧的那2个人要来的真诚。我觉得这是真的。一时之间，我的口碑有了反转。婆婆惊讶于网友的转变，却也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，只是一个劲的抹黑我。可网友被她戏弄了一回，也不会轻易上当。
我更是放出了之前他伙同林志刚设计我怀孕的证据。好在当时的聊天记录没有删，现在当时派上用场了。网友被林志刚说的话给恶心到，纷纷到他的账号下留言。我靠，你还是人吗？我就问你，你还是人吗？做个人吧。好恶心啊，竟然被这样的人耍得团团转。我服了，能不能送他进去啊？不要让这样的人再流入市场了。我翻到了宋雅的账号，他竟然注销了，跑得倒是挺快，就是不知道明天上班他会是什么表情。网友的情绪高涨，这回轮到林志刚的账号沦陷了。这时，我的手机收到了消息，是林志刚发来的。柔柔，你没必要做的这么绝吧，好歹相爱过，你把视频删了吧，不然网友迟早会找上我。找就找呗，关我什么事？林志刚靠着黑了我这么多天，还在公司和社区门口摆满了花圈，要不是社区对面就是警察局，只怕我还不止收到花圈这么简单。我没有回他，反手就是一个拉黑。见我把他拉黑了，林志刚还没有死心，反而是在各大平台的后台私信我，要我将视频删除。我又怎会如他的意？好在他倒是提醒了我，我将他的账号全部都拉黑。我打开手机刷起了视频，有眼尖的网友看到了视频中一闪而过的林府家规，他们将那家规单独截了出来，放到了网上。我滴个乖乖，我原以为不就跪下敬个茶，倒是也正常，没想到是要跪下念这家规啊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个林府家规，笑死了，哈哈哈！这上面写着要4点半起床，准备一大家子的饭菜，就连出门开个车都要写申请，好离谱啊！林府面积78，工资4000，笑死我了！还以为多大的家，就78个平方，整这死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家住豪宅呢。这换谁？谁不跑？是我出了怀孕那档子事都不会给机会结婚的好吧？网友对着林志刚一家冷嘲热讽，婆婆气不过的回复了他们。我看着他的回复，惊叹他还是小瞧了网友的战斗力。只见他随机挑选了一名网友，在下面回复道：我儿子就谈过这一次，没石磨经验，我是担心他被外面的坏姑娘骗了，这新媳妇不立规矩，以后又怎么会听话？见他这般回复，网友又是拿起了键盘，直接开队。担心被人骗，那你别让你儿子结婚，单身一辈子吧，这样就不会被骗了。还立规矩，把别人的宝贝女儿当丫鬟使，你也真是不要脸。我看着底下的回复，笑出了声。网友有时还是很可爱的。婆婆许久没有回复，也对，她不会打字，写又写得慢，等她回复一句，网友已经对10句了。第二天上班，我没看见宋雅，听到同事说，才知道她下午会直接来办理离职，这动作倒是很快啊，是知道自己抹脸陷我了吗？我在网上澄清了这事，同事们对我的态度也恢复了正常，甚至有个别不好意思的来跟我道歉，对不起啊柔柔，我那都是听信了宋雅和网上的鬼话，这段时间才对你冷漠了些。我也是，我没想到网上的事还有反转，误会了你可真是不好意思。我淡淡的笑了笑，没关系，反正大家都只是同事而已，何必太在意他们。我原本以为事情就会这样结束，我的生活也会回到原来的轨道，可我低估了婆婆。我跟往常一样，到点就下班，却在门口看见了宋雅和婆婆。婆婆拉着宋雅厉声道：你和志刚都已经订婚了，难不成还想悔婚不成？婆婆得知宋雅要换工作，特意蹲守在这。宋雅和婆婆就在我面前，上演了一出好戏。宋雅将婆婆一把甩开，对，我就是要退婚，
你们的名声在网上都臭了，还害得我和我爸妈抬不起头来，没找你们算账都算不错了。婆婆被甩开，又立马攀了上来。宋雅，我们可是给了30万彩礼的，你要走就将彩礼还回来。你那弟弟是赌成性，彩礼早就花没了吧，你还是乖乖跟我回去吧。说罢，婆婆又来拉扯宋雅，宋雅气得一把推开了她。婆婆跌坐在地，她又想故技重施，躺在地上哀嚎，可却有路过的人认出了她。她看见有人举起手机，慌张道：不许拍，不许拍。林志刚闻声而来，他将婆婆扶起。妈，这事我单位都传遍了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丢人？我可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，你竟然嫌我丢人，我不活了！婆婆拍着大腿哭喊。林志刚3两下的有妥协，我还以为他觉得丢人，会有所改变呢。果然是大孝子。宋雅丢出一张卡，想打发了婆婆，婆婆却是不认。我不想再管这些破事，准备回家。宋雅却是眼尖的看见了我。谢婉柔。婆婆和林志刚看了过来，宋雅却是趁机跑了。这些天，婆婆受到网友的不少攻击，看向我的目光像是要吃人。我没搭理他们，正要走，都是你个贱人，搞臭了我们的名声不说，还把志刚新媳妇给吓跑了，你赔钱。他伸手就要来抓我，我一个闪身就避开了。再过来，我报警了。我掏出手机就要报警，婆婆被我的动作吓到不敢上前。下一瞬，她又凑了上来。婆婆瞅了瞅我的肚子，变了脸。她殷切地看着我：柔柔啊，你都显肚子了，不如就跟我们回去吧。过去是妈不好，妈以后不会了。我顺着她的目光，看着自己的肚子，她不会还以为我还怀着吧？也是，这段时间吃太好了，看来是时候减肥了。见我莫说话，婆婆还以为我动摇了，她给林志刚使了个眼色。林志刚会意，也来劝我：柔柔，你看妈都道歉了，你就原谅她吧，她当初也是为了我们好，你就不要斤斤计较了。我可真是被她的一番话给逗乐了。他妈不过动动嘴皮子，就想将我之前的委屈一笔勾销吗？我没好气道：妈什么妈，可别乱认女儿。婆婆以为我还在气头上，她放低了姿态：都是妈不好，只要你能消气跟我们回去，你想怎样都行。听到这话，我看了她一眼。真的？婆婆还以为我愿意给他们机会，急着应下：那你们能不能滚啊？谢婉柔，你什么意思？林志刚急忙将婆婆护在身后，冲我吼着。刚刚还一副求原谅的姿态，现在又是变了副面孔。你们不会以为我还留着那孩子吧？我平静地说出这句话，林志刚和婆婆却是惊呆了。你把孩子打了？婆婆张大嘴巴，有些不敢相信。对，你们林家的血统太高贵，我生不起。说罢，我转身就要走，林志刚却是追了上来。他双眼猩红：你真把孩子打了？那你的肚子是怎么回事？你当真一点都不顾及我们之间的感情吗？感情？林志刚，你现在来跟谈感情是不是有些晚了？我觉得有些好笑。明明他有那么多次机会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，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站在了他妈那边。那我也只好成全他了。你怎么能把我的大孙子给打了？造孽啊！婆婆坐在地上，眼里满是不敢相信。她边拍大腿，边哭喊：是啊，都是拜你所赐，差点就让你抱上孙子或孙女了。我这话虽声音不大，却十分扎心。林志刚还想纠缠我，可却被警笛声打断。我知道林志刚和婆婆是难缠的人，所以报了警。看着他们被远警带回去教育，
我朝他们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，而这一幕恰好落到了姜望的眼中。我看着他拉开车门，冲我招手，我也不客气地上了车。有免费的车不坐，可惜了，你前男友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听出了姜望的意思，他是想提醒我提防着点。这事我心里有数，宋雅被我这事吓跑了，林志刚找不到女朋友，婆婆自然不会就这么放弃。毕竟之前的我可是柔顺的乖乖女形象。可她忘了，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。我正思索着要如何应对林志刚的纠缠，姜望却突然开口了：我有一个不错的方法，你愿意听吗？我看他说的认真，便也来了兴致，愿闻其详。可在我说完这句话时，姜望却是默了下文。他将车子停下，我才发觉到家了。我正要打开车门下车，却听到他突然开口了：嫁给我。姜望的语气很是认真，看向我的眸子也满是真诚。我心跳漏了一瞬，慌忙地下了车。我喜欢过姜望，可那时他拒绝了，随后便出了国。我打开之前的铁盒子，里面还有着被姜望退回来的情书。我鬼使神差地打开那情书，却发现信的结尾多了句话，上面是姜望的字迹。他写道：表白这件事怎么能让女孩子来？我又惊奇地发现，信封里还加一张字条，我亦如此。等我回来，我这才发觉，原来姜望早就给了我回应，只是我一直没发现，竟还错付了人。我疯了似的跑出去，就连妈妈叫我吃饭也不听。我喘着粗气，眼前却早就没了车影。也罢，都过去了。我忍下心头的酸涩，准备回去，身后却传来了姜望的声音：你又要走了吗？姜望逆着光朝我走来，这一瞬间，我发觉我好像配不上他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抬脚欲走，姜望拉住了我的手：怎么被渣男伤透了心，就一点机会都不给我？我一直都知道姜望毒舌，可没想到这次的对象竟是我。可是我跟别人谈过恋爱，还怀过别人的孩子，即便是这样，姜望还会要我吗？是我不好，我回来的晚了。姜望打断我的话，他的眼眶早已变红，似在自责：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姜望的语气有些哀求，他又摆出了小时候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我下意识就说了句：好。听到这话，他拉着我就跑，生怕我跑了。去哪？民政局。我没想到姜望动作这般快。姜望驱车带我来到民政局，在工作人员要下班的最后1分钟领了证。我看着手中的红本本，还有些不敢相信，自己就这样嫁出去了。我没有将这事告诉爸妈，怕他们一时之间接受不了。第二天上班时，我果然又碰见了林志刚和他妈。毕竟他们没有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所以也只是被带回警察局教育了一番。林志刚还没有死心，对我说道：柔柔，我和妈都已经改过自新了，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婆婆也在一旁跟着帮腔：是啊，柔柔，妈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那样对你了。那些什么家规都不作数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定待你如亲生女儿一般。我听着这话，皱了皱眉。婆婆以为我对这些还不满意，连忙补充道：还有那彩礼，20万，不，30万，我们肯定1分都不会少，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这时姜望从车上走了下来，林志刚和婆婆齐齐回头，当着我的面抢我太太，当我是死的吗？姜望一把将我护在身后，林志刚却是不敢相信地看着我：你结婚了？只见姜望臭屁地拿出结婚证，昨天刚领的证，还新鲜着呢。林志刚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我和姜望，又半信半疑地看了那结婚证上的照片。柔柔，
我知道你放不下我，找了个跟我长得像的人来自欺欺人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你不要再演了好吗？姜望听着这话却黑了脸，他和这渣男哪里像了？我无奈地开口，林志刚，自欺欺人的是你，难道你没看到结婚证上面有钢印吗？况且你怎么就这么肯定自己不是那替身呢？林志刚的眼神很是受伤，愣在原地半天都没反应。过了许久，他才再次开口，我有钱柔柔，你跟他离婚好不好？彩礼都是你的，我都给你。姜望听着这话，笑出了声。林先生，不妨看看自己的卡里的钱还能不能花。警笛声再次传来，这回连我也懵了。林先生，你昨晚涉嫌洗钱和网络诈骗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远景正要将林志刚带走，婆婆却疯了似的上前阻拦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不能带走我儿子。我儿子没错。婆婆扒拉着林志刚，不准远景带走他。婆婆还在撒泼打滚，远景以妨碍公务为由，一并将他带走了。我不知道林志刚会判多久，但这都跟我无关。走吧。我拉了拉姜望，却突然反应过来，他好像是公司领导，那我和他是不是算办公室恋情？我让他先进公司。姜望露出了不满，我解释道，我们老板不允许办公室恋情。什么？姜望有些意外，立马就拿出了手机。你小子，还不准办公室恋情？我不仅谈了，还接了，你看着办吧。姜望说完这话，我清楚地听到手机那头传来的声音，你谈吧，谁谈得过你？下一秒，那人像是才反应过来似的吼道，什么接了？好家伙，这婚你是你接一个不吱声啊！再多说一句，这家公司也给你收购了。姜望挂了电话，冲我笑着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姜望的身份好像不只是他的领导这么简单，他也没打算瞒着我，主动跟我说了这事。刚那人你也认识，就那没正经的摄影师。我虽在公司工作了很久，可却从来没见过老板长什么样，原来他竟然是那天的摄影师。见我愣住了，姜望过来牵起我的手走进了公司。他担心我会因为同事的闲话而难过伤心，直接将我的工位安排在了他办公室里。此时他捧着刚洗好的草莓，冲我殷勤道，你吃草莓尖尖，我吃草莓屁屁。他笑得像个二哈，可在有人敲门时又一秒变正经。就这磨过了一段时间，姜望似乎不满足于只有公司的人和他的朋友知道结婚这事，他将我抵在车座上，埋怨道，都结婚这么久了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去见家长啊？我看着他像个受气的小媳妇，忍不住在他的唇上盖了个章。现在姜望愣住了，在我的提醒下才发动了车，来到我家门前。姜望却是不敢进去了，刚刚还讨要名分，现在就怂了，你不敢进去了？我故意调侃他，谁说不敢？姜望深吸一口气，带着视死如归的表情敲响了门。我和姜望正襟危坐，试探性地开了口，爸妈，我结婚了。什么？爸妈的反应皆是很意外。和谁？爸妈一人拉着我一只手追问。我求救似的目光看向了姜望。和我？爸妈震惊了一瞬，仿佛放下心来了似的。哦，那没事了。这回换我震惊了，就这反应。姜望这孩子，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你和他结婚，是你占便宜了。好，有了女婿，忘了女儿。饭后，我和姜望在社区楼下散步，他突然顿住了脚步，神色认真。怎么了？姜望似纠结地说道，有件事要向你坦白。姜望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，我有些蒙圈，但还是耐心地说着，你说，那你要保证不能打我。
我翻了白眼，爱说不说。姜望急忙拉着我的手说道：我说。我认真地看着姜望。其实那天，你没怀孕，是肚子里藏了东西。那天做的也不是流产手术，是肿瘤切除手术。我担心你害怕，便也叫爸妈瞒着你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那天妈妈不给我看单子，还碰到了姜望。没怀不是更好吗？我知道了。你不生气吗？姜望惊讶于我的冷静。为什么要生气？难道你还有别的事瞒着我？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，我才得知原来之前那摄影师也是姜望安排的。他说，要是你高高兴兴地嫁给他，我就祝你幸福；要是你不想嫁了，我就把你抢回来。姜望生日的这天，我下班去买蛋糕，却看见了一个熟人，是宋雅。她蹲在蛋糕店门前，前面还摆了个碗。这家蛋糕店人流量不错，他选的地方倒是不错，可他好似没料到我会这家店似的，匆匆将头发遮住了脸。他的一头长发此刻变成了寸头，见遮挡不住，他索性直接抬起了头直视我。怎么看到我这副样子？你很得意吧？我什么也没说，正要进店为姜望挑选蛋糕，他却是不肯放过我。都是你，都怪你这个贱人，不然我又怎么会沦落至此？为什么你要出现在我的人生里？你处处压过一头，如今还要跑来看我笑话是吗？我突然想起，之前我和宋雅也是很好的朋友，我和宋雅就读于同一所初中，还是同桌。她的父亲是个酒鬼，母亲自她5岁就离家出走，再也没回来。家中还有的弟弟，第一次见到他，是在女厕所。当时他正被几个女生欺负，他被人按到水池里，我想也莫想的就冲上去救了他。我冲那些人道：我可是学过散打的，可不怕你们。为首的女生对的话嗤之以鼻，他们一拥而上。虽然我的脸上挂了彩，可他们也没好看到哪去。我和宋雅同时被叫了家长，妈妈一见我受伤，立马就将我拢到怀里，乖乖，没事吧？为了证明我自己没事，在我妈面前又蹦又跳。宋雅直愣愣地看着我们，我将创可贴塞到她的手里，我看见她的眼里满是羡慕。一直到快下午放学，我才看见宋雅的爸爸姗姗来迟。他的身上有很浓重的酒味，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刺鼻。可他一到办公室，不是关心宋雅，而是给了他一巴掌。叔叔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我好不容易才将宋雅从那些女生手中救下来，而他一来，宋雅就挨了打。我当然是气不过，班主任也在一旁劝解，说不要对孩子动手。可这些话都只换来他的一句：老子管自己的女儿，想怎么管就怎么管。我看见宋雅的眼里蓄满了泪水，大颗的泪珠从她的眼眶里滚落。办公室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人，班上的同学知道了这件事，每人愿意当宋雅的同桌，我便主动请缨，跟宋雅坐到了一块。我知道她家境不好，便主动将自己的东西都分他一半，或是本子，或是零食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：谢婉柔，你是不是在向我炫耀？炫耀你的家境，炫耀你的成绩，炫耀你有爱你妈妈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怜，所以才想要来施舍我？你处处压我一头，不管是成绩还是家境，现在还要来羞辱我吗？他喊得声嘶力竭，像要把这么久以来的怒火通通发泄出来一般。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对他的好，对他的照顾，在他的眼中是施舍。从那以后，宋雅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，直到我们入职了同一家公司。而现在的他，衣衫褴褛地瘫坐在蛋糕店面前朝我怒吼：我从来没有看不起你，看不起你的只有你自己。
我叹了一口气，又继续说道，如果可以，我也希望当初我没有选择帮你。你后悔了？哈哈哈哈！既然你后悔了，那你为石魔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。宋雅早已泪流满面，状若癫狂。可我想，当初选择救他的我，一定是做出了那时自己认为最正确的决定了。我没有理他，径直走进了蛋糕店。从前他最是宝贝自己的头发，现在又为石魔变成了寸头。很快我就知道了答案。正当我准备走出蛋糕店时，我看到了宋雅的父亲。我听到他朝宋雅讽刺道，天天花那么多钱保养你那头发，结果才只卖了500块，真是没用。原来宋雅的头发是被他父亲剪了卖了。我曾向他劝道，以后你要是工作了，你爸还是这样，那你就可以慢慢远离他了，每个月给点生活费就行。我有些记不清他是怎么回答我的了，只是依稀地记得他说，你跟你家的关系好，就想来挑拨我和我爸爸的关系吗？如今看来，倒是我多管闲事了。宋雅辞了工作，又因为在网上的名声臭了，找不到工作，这才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。不过，我也管不着。见我出来，他爸倒是认出了我，这不是你那同学吗？当时他不是护着你，现在怎么不叫他接济一下你？听到这话，我想也莫想地开口，叔叔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他。宋雅呆愣地看着我，追了上来。他低声说道，求你借我500块钱，求你了，不然我爸会打死我的。工作了这么久，连我身上都有着30万的存款。宋雅比我更努力，下班了还去做兼职，就算还了彩礼给林志刚，至少身上还是有个吃饭钱的吧。更何况之前他还开了直播捞金。我甩开他的手，你不是觉得我帮你就是在施舍你吗？施舍也行，求求你给我500块吧。宋雅一时之间对我低声下气，我还有些不习惯，可我现在不想施舍你。丢下话，我没再看他。马路对面的江望朝我招手，我走了过去。他细心地接过我手中的蛋糕，又帮我调好了座椅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遇到老熟人就聊了2句。江望莫再多问，驱车回家。许愿时，江望问我有什么心愿。这是你的生日，你怎么问我的心愿？他真诚地看着我的眼睛，因为我的愿望是实现你的愿望。我也看着他的眼睛，他的眼里满是对我的爱意。那我明天想吃草没？好。还有想吃的么？车厘子。我一连说了好几种水果。江望没有丝毫的不耐烦，反而是耐心的答应。第二天，江望驱车去买水果，我坐在副驾，等了半天他都没发动车子。怎么了？我疑惑地看向他，他指了指自己的嘴唇说，要亲亲才有力气开车。我知道这是江望在撒娇，但还是满足了他。可车子在行驶时，却从旁边突然窜出了一辆车来，而那辆车直直地往我这边撞过来，那速度极快。我心中一惊，江望猛打方向盘，那辆车撞向了主驾位。恍惚之中，我看到了那人的脸，是宋雅。再次醒来，是在医院，消毒水的气味实在是刺鼻。见我醒来，爸妈急忙叫来了医生。医生说的话我一句都没听清，我只知道我问了一句，江望呢？爸妈都沉默不语。过了许久，爸妈才说道，江望他还在抢救。我看到江望躺在重症监护室奄奄一息，只觉得好像要喘不过气来。江望他会醒过来的，别担心。爸妈轻声安慰着我。我的视线落在江望没有血色的脸上，手却不自觉地紧握成拳。凶手找到了吗？柔柔啊，我们要相信远景。凶手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的。妈妈的手掌包裹着我的拳头，
生怕我受到这些刺激之后会做傻事。我轻声应下，回了病房，休养了一阵后，我出院了。姜望还是没醒，宋雅也还是没被抓到。是时候该做些什么了。宋雅的目标是我，相信他得知我没事后，一定还会找上来。出院前，我找私家侦探打探宋雅的消息。宋雅下海了。出院这天，我故意请了车队，办得很隆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大人物。我看见巷子里一闪而过的身影，心里有了底。回到家，我找了个借口出了门。我没有开车，而是走路去了离家较远的那家超市。这里比较偏远，人也比较少。当我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时，我知道他来了。我故意往巷子里走去，身后的人也终于不装了。我引宋雅进了胡同，她看着前面没了路，冷冷地看着我。谢婉柔，你也有落到我手里的一天，没了人保护你，你还怎么逃？我冷漠地看向她，像是不把她放在眼里一般。是吗？只知道躲在别人后面，还玩背刺那一套的人，也配对我放狠话？宋雅被我这话激怒，她死死地瞪着我，企图在我的脸上找到一丝害怕的痕迹。可是要让她失望了。你不就是家境比我好了一点，你有什么可豪横的？我忽然笑了。她把我之前对她的好当施舍，将我所有的努力归结于家境，也从不想想自己付出了什么。从前我成绩好，是因为我早起贪黑，一心只想着学习。现在我业绩好，也是因为我肯吃苦。我无心再与他闲扯，他听不进的只是家境吗？我有爱我的爸妈和老公，有车，有房，有存款。你有什么？宋雅被我这话刺激到，眼底里满是疯狂。她掏出随身带的水果刀，向我刺来。可她忘了，我学过散打，即使是在大学，我也依旧没松懈，甚至还一度拿下女子散打比赛的亚军。我身手敏捷，3两下的就要将她制服在地。她手上的水果刀也被我夺了过来。有本事你杀我啊！即便是这样，宋雅也还不忘向我挑衅。她激进癫狂，一个劲地刺激我，想让我对她动手。我举起水果刀，就要往她身上送去。当她露出惊恐而又带着些兴奋的表情时，我停住了手。我知道她打的什么主意，她想让我的下半辈子在监狱里度过，像她一样，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发烂发臭。我又怎会如她愿？我可不像你，违法犯罪的事情，我可不做。身后响起警笛声，宋雅的表情满是惊恐，她慌了，她似乎没想到我会报警。早在出院之前，我就向警方提供了私家侦探得到的消息。今天的这一出，也是我和警方故意设计的。谢小姐，辛苦你了，辛苦的是你们。我朝着张警官深深地鞠了一躬。这些时日，他们也一直在找宋雅，费了不少心力。事情告了一段落，我回了医院，守在姜望的身边。终于，姜望在医生的悉心治疗下醒了过来。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：柔柔，没事吧？我急忙上前，握住他的手，正想跟他说些什么，眼泪却率先流了下来。我将我眼角的泪水拭去，露出了虚弱的微笑。哭什么？这不还没死呢？我又哭又笑地看向他，反倒是把他逗乐了。姜望出院的这天，他像是有事要跟我说。我见他神色纠结，率先开口：你想说什么就直说，别别扭扭捏捏的像个小媳妇。姜望轻轻将我拥入怀中。柔柔，我补办婚礼。听到这话，我确实愣住了。之前与林志刚的婚礼被我搅得一团糟后，我就对婚礼这事觉得厌烦。我知道姜望父母不会刁难我，
但我总归对婚礼有些抵触。可看着姜望满是期待和爱意的目光，我心软了。我相信他会将一切安排好的。姜望办事很迅速，将事情安排得妥妥帖帖，一点也莫让我费心。当他拿出婚纱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原来我早就住进了他的心里。这婚纱怎么这么眼熟？姜望故作神秘地拿出一幅画，那是我小时候画的。小时候我参加了姑姑的婚礼，看着那雪白的婚纱觉得美极了，便拿起画笔给自己设计了一套。虽说是设计，可我画技不好，画得很是抽象。可当时的姜望的夸赞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天才画家。没想到他竟然将那画留到了现在，还请了有名的设计师在我的画作上重新加工。就在这时，姜望单膝跪地拿出了戒指向我求婚。他说，别人有的你也要有，我会尽我所能给你想要的一切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我只要家人都平平安安，要他每天都开开心心。婚礼的前一天，我去看了宋雅，她神色颓废，双眼无神。我看着她身上的青青紫紫，看来她在里面也过得不好。看见我这副样子，你很得意吧？见到我来。宋雅眼里的光在一瞬间熄灭。如果不是你妈求我，我不会来。在1个月之前，宋雅的母亲找到了我，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，但我还是在姜望的陪同下见了她。她与我想象中的有些不同。我听宋雅说过，他妈抛夫弃子不是什么好人。可看着眼前一副老实人打扮的宋雅母亲，我实在是没法将她与抛夫弃子4个联想起来。从她的口中，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宋雅的父亲不仅酗酒还赌博，在输完了家里的钱后，他将主意打到了贷款上面，而他只有农村的自建房和一辆摩托车，根本不值得银行贷款给他。他看着当时尚有姿色的宋雅母亲，想到了贷款，不得已，宋雅母亲只好远走他乡。其实这些年来，他也有偷偷看过宋雅几次，或是托老师帮忙送东西，或是以资助的名义给宋雅交学费。此刻，宋雅听到我的这句话，确实不敢相信。从小我爸就说，她是个不要脸的坏女人，她跟别人跑了，又怎么还会想起我？原来宋雅父亲便是这般抹黑她母亲的。信不信由你。宋雅母亲知道宋雅不想见她，便拜托我带信给她。我将信件交给了警官，正要准备离去，宋雅叫住了我。许久，宋雅才开口说道，谢婉柔，你说我们还会是朋友吗？良久，我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这一次见面，已经耗尽我们以往的情谊了。我看着宋雅失声痛哭，追悔莫及的模样让我的内心没有任何波动，一切都是因果回圈罢了。婚礼这天，我和姜望只宴请了双方父母和一些玩得较好的玩伴，这其中也包括我的老板。又见面了，老板名叫陆清，是姜望在国外结识的好友。举行完仪式，他偷偷将我拉到一旁，你可不知道，当时我可是被江哥硬逼着去拍你。江哥可狠了，我要不去他就要整垮我这白手起家的公司。你说有他这样的吗？我笑了笑，我帮你好好收拾他。姜望似发觉了陆清在说他的坏话，一记眼刀劈过来，吓得陆清如受惊的兔子。原来陆清是姜望安排的。我说怎么会有只收费200的摄像师，还刚好轮到我捡这大便宜。姜望向我坦白了他之前出国的事情，那时他因为病不得不去往国外治疗，此后便一直在国外生活。当时我还没有手机，他联系不到我，直到近些年才回来，才开始打探我的消息。结果等来的却是我要结婚的消息。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这样，
我也不会被渣男蒙蔽了双眼，因为我想你幸福，即便你以后的人生没有我。我笑着给了他一拳，还好一切都来得及。婚后3年，我怀孕了。姜望高兴的一晚没睡，翻遍了整本新华字典，最终他取了2个名字，男孩就叫远，女孩就叫软，姜远、姜软。我口中呢喃着这2个字，倒也还行。一般父母取名都会寓意，比如我的名字就是爸妈希望我是个温温柔柔的女孩子。姜望拉过我的手，认真道，也可以是谢远和谢软，要是你觉得不好听，就你来取，我都听你的。我最终还是听了姜望的建议，要是男孩就叫姜远，女孩就叫谢软。生产这天，姜望哭了，他说以后不生了。我心疼，我问他见过孩子了没，他摇了摇头，最终还是护士告诉我，是个女孩。这天，姜望陪我和孩子在公园散步，却遇见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，是林志刚。他见到我很是意外，他冲到我面前，可又被姜望给挡了回去。林志刚因为先前的事情被单位开除，又因为有案底，似乎过得并不好。柔柔，林志刚似乎对我有话要说，但最后就只剩了3个字，对不起。先前的事我早已释怀，现在也有了新的生活。我没搭话，牵起姜望和孩子绕过他。他在我身后有些疯狂地喊道，要是没有我妈阻拦，你现在牵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了。他似乎并不知道我之前的种种症状，是因为肿瘤才引起的。当时我想去医院检查，是他妈拦着我说费钱，仅凭经验就断定我怀孕了。之后便是谈婚论嫁，连买根验孕棒的时间都莫留给我。我没有回头看他，他不值得。妈妈，这个叔叔怎么神神叨叨的？我摸了摸孩子的头，笑道，可能他认错人了。再次听到林志刚的消息，是在新闻上，据说他是母了。新闻中的他露出变态的笑，要不是他，我又怎么会走到今天这步？我一直听他的话，结果呢？我心中并无波澜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相应的代价。网络上的讨论却是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看到评论区有些人的发言，有些不舒服，好可怕，这人是农村出来的，不敢接触农村人了。我也是，也不敢买他们的东西，万一给个差评，这不得把我嘎了。不敢买加一。看到这些，我在下面回复道，并不是每个农村人都这样的，别随意抹黑。外公外婆就是农村的，他们乃至他们村的人都很热情善良。我看着自己的账号，是时候该做些什么了。我重新将账号做了起来，只不过这次的内容是致力于乡村发展，助农兴农。我在我的直播间帮助农民伯伯卖他们的农产品，我不收取任何利润，将卖了的钱都给他们。直播间也有观众打赏，我将这些钱捐给了山区的孩子。我的视频再一次爆火，还上了新闻，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，更是带动了农村的经济。我知道这其中少不了姜望的暗中帮助，不过只要都是为农民伯伯好就行。收到货的网友纷纷评论农民伯伯们的水果甜，还多给了。我的评论区全是对农民伯伯们的夸赞，而之前挑事的网友也改变了对农民的刻板印象。这天，我带女儿下乡收水果，女儿捧着一个大西瓜说道，妈妈，我以后也要来帮伯伯们卖水果。我摸着她的头，甚感欣慰。好。姜望不知从哪冒出了来，那我开个公司专门卖农产品，你觉得如何？我看着天边的晚霞，似乎这也是个不错的决定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
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